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各位聊聊一个话题。脚踏车车友之间一起骑脚踏车，如果因为一些擦撞，例如前轮撇后轮、后轮撇前轮，他撇我，我撇你，发生了事故，该如何处理？会想跟各位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在 FB 的粉丝专页 Doris 的奇幻世界，他在3月28日晚上 po 出一支长达11分钟的影片，在台湾车坛甚至华语车坛炸开了锅。我先说我跟 Doris 的关系哦，我跟 Doris 的关系是网友关系。他偶尔会来我的文章下面留言都蛮有创意的。例如说，我跟李氏、连环婷、邱敏杰，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团体叫李连杰嘛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氏。大家好，我是连环婷。大家好，我是邱敏杰，我们是李连杰。你卡滚，告家门 Q。这个是 Doris 想的。Doris 有一天，他就在我的 FB 文章下面留言说，李氏跟邱敏杰可以组成一个团体，叫李连杰。功夫皇帝李连杰，知道这号人物的通常是有点年纪了哦。我简单说明一下 Doris 影片的内容哈，就是 Doris 他在1月17号的时候去参加 TWB 东山塔的活动，然后呢，在活动骑乘的过程，跟一位车友叫做翁先生发生了一些碰撞，导致 Doris 摔车。摔车的当下 ，Doris 没有报警处理 ，Doris 就直接上救护车。后来医院诊断 Doris 的锁骨骨折，所以这2个多月以来 ，Doris 跟翁先生他们就有在协调赔偿事宜。然后翁先生有手写一个承诺书，亲笔签名承诺分期赔偿。然后他们2个人协调的结果，应该是第一阶段的赔偿是14万7千元，这是第一阶段。所以照 Doris 的讲法，有第一阶段，应该会有第2阶段。Doris 在影片里面还提到了说 ，Doris 的工作损失、复健的费用、精神伤害、脚踏车修理 ，Doris 说我全部都还没跟他算，所以那14万7千元是第一阶段，还会有后续。照 Doris 的说法，我听起来是这样子。然后翁先生本来同意分期付款，然后翁先生只付了第一期的2万7千元，然后就没有再付钱了。所以双方协调不成，所以 Doris 对翁先生提出过失伤害的刑事告诉，也就是说要法院见了啦。影片的浓缩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以上是 Doris 单方面的说法，因为只听单方面的说法可能不准嘛。如果翁先生想平反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络。我先说我看完影片的心得啦。Doris 跟翁先生要走到法律途径嘛。那因为 Doris 在事发当下没有报警，所以如果走到法律途径要拿证据的话，对 Doris 比较有利的就是那张翁先生的手写承诺书。关于翁先生的手写承诺书 ，Doris 在影片中没有附上。可是他在隔天的 FB po 文有附上，我这边就不贴了，我直接念。假设这张图是真实的 ，Doris， 这件事情我很抱歉，让你受委屈，我会尽最大的诚意来帮助你，减轻你的支出。我先补偿2万7给你，后续预计分期6到8期，1万5到2万元。括弧依照经济状况括弧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拜。这边 Doris 他有打马赛克。2月12号，翁先生手写的承诺书应该是存在。Doris 跟翁先生呢，谁对谁错，就交给法院判决了。我也不去评论 Doris， 也不评论翁先生。可是我们就密切注意他们在官司上的发展。那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所以我这部影片要跟大家探讨的是，脚踏车车友之间一起骑脚踏车，如果因为彼此的擦撞造成摔车受伤，该怎么处理？责任该谁的？我们脚踏车它就是一个集团骑乘的运动，所以你在那边后轮撇前轮，前轮撇后轮，包含你装那个卡杜啊。哦，不是卡董啊，我上一部影片讲错了。你装那个卡都啊，我这样子前轮插到你的卡都啊，这样责任要算谁的？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。
我先说我的看法，我不是说 Doris 跟翁先生哦，没有 Doris 跟翁先生那是他们的事情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说脚踏车车友之间一起骑脚踏车，如果因为擦撞造成摔车受伤，该怎么处理？我的看法是不能求偿。这我的看法，不能求偿。我举我的例子，我也曾经是位受害者，我是被撇的那个啦，然后我没有去求偿。我们先看影片。在2024年初的时候，我去泰国骑脚踏车，被一位日本小朋友叫井村海斗撇到。当时呢，我们吸在一台大卡车后面。井村海斗呢，他就手贱，他去玩大车上面的那个绳子，结果一拉那个绳子，拉了之后呢，他突然单车失控，就撇了一下。撇了一下呢，井村海斗他自己没有摔车。结果往左撇到中间的一朗君跟最左边的我摔车了。那我这一摔下去，哇靠，超痛的，全身很多大面积擦伤，没有骨折，脚踏车有摔断，车架摔断。那时候大概是时速可能有50哦，所以速度蛮快的，所以摔得蛮严重的。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跟井村海斗求偿了，就自己吞下去了啦。当然中间很痛啊，1-2个月不能骑脚踏车啊，这些就自己吞下去了。这个是我们常遇到的事情，所以我是主张是不能求偿的。那我们再看世界顶级的赛事环法，在比环法的期间呢，选手如果互相撇来撇去，然后造成彼此摔车，有没有在求偿的？没有，环法没有在求偿的，绝对没有。我们举去年一个例子，去年环法期间有一个人造成 Pogačar 摔车，很明显哦，这个全世界都看得到，他就是撇到 Poggi 的轮子，然后 Poggi 摔车了，然后那个人当然被公干到爆。那结果 Poggi 呢就没有去求偿，就算是今天 Poggi 受重伤了 ，Poggi 也不会去求偿，也不能去求偿，因为这就是业界的潜规则。没有人听到环法在那边求偿的啦，各位去查一下，没有。除了观众造成选手摔车有去求偿这件事有，可是选手跟选手之间是没有要彼此求偿的。这是事实，我们没有听过。我再多举一点例子啦。李冠贤阿贤学长在2025年年中的时候，他去大陆比赛，被一位马来西亚的选手撇到摔车，摔得超严重的哦，差一点小命都快不保。所以阿贤学长很明确的知道是那位马来西亚的选手撇到他，可是阿贤学长当然后来也不会去跟他求偿。因为在单车竞赛就没有这件事情。环台赛李婷会摔车嘛，他也没办法去求偿啊。就算你很明确知道是因为谁造成摔车，可是这也没办法求偿。这在单车界的潜规则是这样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没办法。脚踏车它就是一个高风险运动，我们来骑脚踏车就知道都会有被撇到的风险。我们老司机是没有在求偿的啦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举李冠贤当例子，举李廷威当例子，举 Pogačar 当例子，举我当例子，因为我们被别人撇到摔车，我们也没有向对方求偿，这个就是事实。所以车友约骑这边风险蛮大的。我再说啦，如果今天 Doris 换成是布拉宇的话，也就是说今天是布拉宇摔车，摔得很严重，布拉宇不会去求偿，因为布拉宇他自己很常办约骑嘛。每当布拉宇在办约骑的时候，他都会讲一个规则，说约骑非营利活动，所有车友均自发性参加，如发生不可预期之意外，不得与法律起诉追究领队及其他车友承担事故责任。这是布拉宇 po 给我的，所以布拉宇他都自己这样 po 了，就代表如果今天是别人撇到他造成他摔车，他也不会去求偿。可是这个也是没有法律效益，因为你也没签名，大家都没有签字，所以根本没有法律效益。这是办约骑的风险，因为有约骑就会有可能有事故的发生，不一定在比赛，约骑也有可能发生啊。所以该怎么降低这个事情发生？看到集团不稳定的因子，你就是离它远一点。好，当然我们自己不要先成为集团的不稳定因子，你就骑直线啊，然后不要忽快忽慢啊，不要动不动就停脚啊，去吸会骑车的人啊，不要吸不会骑车的人啊，这样可以降低彼此互撇的几率。脚踏车互撇这件事情，我们频道也差一点被烧起来啊！某一年某一场比赛，我不想讲太细，所以整件事情的评论就是这样。大家骑车尽量小心，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平安骑车。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